大家好，我是云飞。之前我们不是介绍过自带跟踪的稳定器吗？从可以相机、手机使用的 MT2到纯手机使用的 M6，它们都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点，都是传统的3轴稳定器结构。很多人问我有没有一款更小一点的稳定器呢？而如今浩瀚的 V3它来了，延续外置的 AI 跟踪模块，体积更小、更便携，还再次提升了手机稳定性的功能性。一个人拍摄也没有压力，且可以拍得很不错。想要入手一个手机稳定器的小伙伴们，它到底是个怎么事儿？我们点亮收藏。V3它的外观讲实在的，就不像我之前用过的浩瀚产品，折叠式设计，有 AI 跟踪模块，有精致的小摄像架，看上去既便携，功能上还没有妥协。那么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有啥功能？这样一个小小的稳定器如何成为 AI 摄影师？它的展开大家都应该很好理解，它的这个手机夹和普通的手机夹很不一样。一般的手机夹是会有可能压到这个音量键，它这个有点像个小爪子，且中间是不会按压到这个按键的部位，这个是挺人性化的。上面的橙色小点是安装 AI 跟踪器模块的，这点之前看过我浩瀚稳定器的分享，应该都非常熟悉了。和上次不一样的是，这次的磁吸增加了锁扣，稳定性大大增强。直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追踪效果。好，现在我们来演示一下它的 AI 功能。它目前的这个指示灯是一个红色状态，我们只需要比一个这个跟踪开始的手势，也就是 OK。然后它现在已经变成了绿色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随意的移动，然后它这个镜头会稳稳的跟住我们的一个身影，并且它这个是可以记住我们的身形的。比如说我现在到这边一个有阻挡的情况下，我们进去，它现在是拍不到我们的，但是我们出来的话，它是可以立马给跟上，这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状态。然后我们需要定住的时候，同样是我们需要给它一个定住的指令，它现在这个指示灯就变回了红色，然后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固定的镜头，然后我们可以开始一些固定镜头下的一些小范围移动，这就可以拍摄出一个非常稳定的画面。所以说使用它来说就是一个单兵作战的一个利器，你需要它动的时候，我们 OK， 它就可以稳定的跟住我们去做一些跟随，不仅仅是这个左右的，它上下其实也是可以的。你看，挥，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然后我们其实除了用后摄，我们当然的话，其实用前摄，会方便一点，特别是现在安卓机已经有 4K 60帧的前摄了，我们就可以简单的直接把这个跟踪模块从后摄换到前摄，然后前摄也有一些非常不错的功能，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前摄它主要是有一个自定义构图，就是我们这样开始跟踪之后，有的时候我们会需要这个构图稍微往上一点，我们这样子，这样它定住之后，我们再自己找一下构图，比如说我现在想要这个样子，然后我们再开始。现在它这个跟踪的话，我们这上方就会有比较多的一个空白，我们拍摄起来也会更加方便。因为有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接近这个截头了嘛，或者我们需要稍微1/3一点的构图，我们也可以让它定住，然后我们再移到1/3的位置。好，再开始。然后我们的这个讲述就可以偏这种风景一点，我们站在1/3的一个位置，然后它就可以很方便的进行一个风景的讲解，或者说其他产品的讲解。我觉得这个功能是非常赞的啊，特别是我们这个前摄有 4K 60帧的手机，真的是一个福音。前面的这个屏幕就像是一个监视器，是非常棒的。浩瀚的这种外置跟踪就避免了软件冲突，可以用你的原相机直接开拍，这个效果大家一个人拍摄，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。而且它还有一个内置的延长杆，我们直接打开来，然后开启一下我们的跟踪，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完全专注于我们自己的内容，然后这个镜头的运镜，我们只需要这样去随便去展示我们的想要给大家展现的一个环境，然后它就可以牢牢的跟踪住我们的一个人脸，然后我们只需要专注在讲述这一块的内容上面，不需要操心这个画面。你们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呢？我是觉得非常的棒啊。当然，这个 AI 跟踪模块，别看它小小的，其实它还是个3色补光灯，且亮度真的不错。我给你演示一下。现在我来为大家演示一下它前摄这个美颜补光。现在我们在室内是一个比较昏暗的一个环境，没有灯光，然后模拟的是就是室内这种比较极限的一个环境。然后我们可以开启
它这个前摄的补光灯，前面这个美颜补光，我们再把这个亮度给稍微调高一点点。目前的话是一个冷色温的一个灯光，它是有3个色温的一个灯光，我们切换到第2个色温，这个就是比较暖的一个色温啊。然后它还有一个比较中性的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它这个亮度是真的非常足够啊，在夜晚是完全可以把前脸，就我们这一个面部照亮的，非常的好，然后非常的有质感。好，我们关闭，然后我们再开启，这个差别真的是非常之大。这些功能看下来你应该心动了，但还远不至于此。它的控制区域你看到了吧？这个是可以拿下来的，且完全可以无线控制。就拿小米14来说，可以直接无线控制切换焦段、控制录制，当然稳定器的移动也是可以控制的。这才是微商这次更新的杀手锏。在实际的使用的时候，你可以直接用它自拍，也可以直接远程控制它拍摄一些运镜构图，这都很不错。这是真把手机稳定器给玩出花来了。我体验了大半个月的时间，去了婺源，也去了常州，周边拍摄了一些日常记录，我觉得它都非常不错。但有一点，它没法正常的上小米14 Ultra。用是可以用，但是就不太稳定。以至于我在动态问大家，小米4 Ultra 有没有好用的，可以把背部抹平的手机壳，因为它的承重其实还挺高的，上个绑装壳子没什么问题，但挺遗憾的找不到。想到这么好的手机稳定器无法和小米的影像旗舰结合在一起，我就觉得挺遗憾的。直到我想到了正装倒装，然后刚好发现了上个麦克风接收器，它会就刚好平衡了。于是我用14 Ultra 加浩瀚的 V3 拍摄了一些小片段，一起来看。强大的影像能力却没有发挥力量的载体，这是很可惜的。而浩瀚的 V3，它外置 AI 跟踪模块以及各种黑科技，给了安卓机很好的平台来展现实力，这是非常不错的一件事情。体积小，收纳方便，11个小时的续航，你一场旅行下来都没有问题，不需要额外的充电。然后，如果你是小白，还可以用它的 APP， 有一些预设的模板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唯一一个小的需要适应的一点就是它的这个三脚架。抽取出来是需要熟悉一下的，当然它的底部也有1/4的螺丝口，你也可以接一些其他的配件，其他的方面没有啥问题。如果你是安卓机型，想要购买手机稳定器，那么我强烈推荐你可以试试它，是真的很不错。希望本次浩瀚的 V3 手机稳定器分享可以帮助到各位未来的摄影师，记得多多支持。如果有什么想要我测的产品，也欢迎留言。我是云飞，记得点赞收藏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